姑娘庙。当兵快满2年，终于要退伍了。倒数30多天，每天划掉日历上的数字，心里都在倒数，这鬼地方，老子再撑1个月就自由了。或许是兴奋，或许是松懈，这段时间比以往更容易发生倒霉事。军中有句话，老兵八字轻，意思是越接近退伍，越容易碰到奇怪的事。这种说法虽然听过，但当时我根本不信，毕竟当了快2年兵，也没遇到什么真的灵异事件。就在某个周末，几个学长学弟刚好有共同假期，大家约好一起出去玩。反正快退伍了，最后一次聚聚吧。学长提议去某个渔村，那里以鲜科料理闻名，不仅能吃得痛快，还能去海边吹风放松。一群大男生喝酒聊女人，讲干话，气氛热闹极了。吃饱后，我们沿着海岸边闲晃，夜风带着咸咸的海味，听着远方传来的浪声，感觉相当惬意。然而，我们却在这里碰到了那座诡异的庙。走着走着，远远地看到一座小型寺庙，孤零零地立在岸边。那庙不大，红色的砖墙，屋顶有些斑驳，像是年代久远的建筑。上头挂着一块牌匾，写着18姑娘。我们几个都没听过这座庙，带着酒意的学长笑着说，该不会是什么专门保佑单身狗的庙吧？要不我们进去拜拜，看能不能带个女朋友回家，学弟阿杰开玩笑地说。我们互看了一眼，笑着推门而入。里面很安静，没有任何摆设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不像一般寺庙里供奉着神像，这间庙内的供桌上摆着一排排的牌位，上面写着人的名字与生卒年份。这是阴庙，学长低声说。我们靠近供桌，其中一个牌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，上面写着卒时18。阿杰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这么年轻，也太可惜了吧。接着他又看了看四周的其他牌位，发现这些名字几乎都是年轻女性，大多数的卒年都落在10几岁到20岁之间。这些人怎么全都是女生？该不会是什么淹死的怨魂吧？我们彼此交换着目光，气氛开始变得有些诡异。但毕竟都是一群当兵的粗人，还是嬉笑着走出庙门，把这件事抛在脑后。谁也没想到，我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学长退伍后，开始兼职外送员。这工作时间自由，薪水也不错，对刚退伍还在适应社会生活的他来说，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某天，他像往常一样接了几单外送，当他将餐点送到某个顾客家门口时，对方接过食物后，突然露出一抹微笑。你女朋友跟你一起跑外送啊？很恩爱吗？学长愣住，女朋友？对啊，刚刚她站在你机车旁边啊，看起来蛮温柔的。学长当场头皮发麻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来送餐的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几天后，他送外送时，路人又再次提到，你载女朋友一起送餐，感觉不错啊。你女朋友好漂亮，怎么不让她坐前面？她刚刚站在你机车旁边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学长开始害怕，回家后，他偷偷在安全帽内侧贴了一张护身符，这才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但有时候，他在照后镜里还是能看到有人坐在机车后座。学弟阿杰休假时去了一家按摩店放松，结果那晚回家后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可怕的鬼压床。半夜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，胸口像是被压着一块巨石，呼吸困难，额头冒汗。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女人在他耳边低语，还记得我吗？他努力想转头看，但完全动弹不得，只能睁着眼睛直视天花板。突然，一缕长发从他的额头上垂下来，冰冷的发丝轻轻地扫过他的脸颊。他感觉到一个女人的脸缓缓靠近他，嘴巴几乎贴到了他的耳朵。你当初说过，这么年轻，太可惜了吧？
这时，他终于回想起来，这句话正是他当初在那间18姑娘庙里对着牌位说过的话。下一秒，他用尽全力发出一声怒吼，身体猛地一震，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他颤抖着爬起来，摸了摸额头，满手都是冷汗。至于我，从那天开始，在军中不时会见到一个长发的女子。每次站哨，从营区大门的玻璃窗到营里，我总会瞄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，静静地站在营门外，长长的黑发被夜风吹拂着。她从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着。我甚至怀疑，是不是当初我们在那间庙里冒犯了什么？这个疑问，在我退伍前一晚，终于有了答案。因为那天站哨的时候，她终于转过头来，看向了我。某天夜里，营区静得诡异，除了偶尔吹过的海风与哨兵的脚步声，几乎听不到任何杂音。我站在营门口，双手抱着步枪，习惯性地往监视器瞥了一眼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视线僵住了。监视器的荧幕里，营门外的空地上站着一个女子，她穿着白色衣服，长发及腰，静静地伫立在夜色之中。但当我抬头望向现场时，门外却什么都没有。我强忍着心跳加速，试着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。然而当我再度低头看监视器时，那个女人竟转过了头，直直地盯着镜头，仿佛在看着我。一瞬间，我的脑海闪过一个画面，那是18姑娘庙里的某张照片。是她，她的脸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倒抽一口气，鼓起勇气开口：“你是不是有事找我？”女子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像是想说些什么，但下一秒，她的身影瞬间消失了。这一夜，我再也无法冷静。隔天，我迫不及待地联络了学长与学弟。当我们聚在一起聊起这段时间的怪事时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。学长被说有个女朋友陪着跑外送，学弟被女鬼鬼压床低语，而我则在军中见到她的身影。这一切似乎都与18姑娘庙有关。如果这件事不解决，我们恐怕甩不掉这些东西，学长沉声道。我们想起了一个人，阿伟。阿伟是我们的学长，退伍后进了一间公庙当桌头，机身的助手，对这些事情应该有些了解。于是我们马上联系了他，请他带我们回到那座神秘的姑娘庙，查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。当我们再次来到那座海边的小庙时，天色已经昏暗。然而这次庙里并不只有我们，一名妇人正站在庙前，手持香烛，念念有词。她的动作熟练而虔诚，像是在祭拜什么。我们在一旁等候，直到她将香插好，才准备向前询问。然而就在我们刚踏出一步时，那名妇人突然抬头看向我们，语气笃定地说：“是你们吧？我女儿有提到。”我们一瞬间愣住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。你女儿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妇人叹了口气，轻轻点头，她来托梦给我了。妇人带着我们走进庙内，在那些排列整齐的牌位前停下脚步，缓缓开口：“这里供奉的是一群过早离世的年轻女孩。”她的声音透着沧桑，带着一抹哀伤。这座庙的由来其实是一场意外。她的目光落在庙内其中一张照片上，照片上的女孩正是我在营门外见到的那个白衣女子。当年这里还没有工厂，许多年轻女孩来这个港口工作，主要是做海产加工，但因为工厂的地点在对岸，她们每天都得搭船渡海。有一天，海上起了突如其来的大风暴，渡船来不及返航，就这样被掀翻了。当时船上载了10几个女孩，无人生还。我们听得到吸一口凉气。妇人继续说道，当地的居民为了安抚他们的灵魂，也为了让他们的家人有个寄托，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姑娘庙，让他们有个归属。神明怜悯，特意安排这座庙在此，让他们成为18姑娘，庇佑渔民与过往的旅人。
只是他们不喜欢被轻视。这句话一出口，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了。当初在庙里嬉闹、随意评论牌位的我们，无意间冒犯了这些年轻女孩的灵魂，所以她们才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学弟小声问。妇人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阿伟。你是宫庙的人，应该知道吧？阿伟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说，这件事不是请神明处理就好，我们必须自己忏悔。我们跪在姑娘庙前，妇人准备了香烛、金纸，让我们一一向18姑娘道歉。阿伟则在旁协助诵经，请神明降福，让这些年轻的灵魂释怀。我们虔诚地烧着金纸，在香火袅袅升起之际，我心中忽然有种奇异的轻松感。这一次，当我在抬头看向庙内的那些照片时，原本照片中略显哀伤的女子，嘴角似乎浮现了一抹淡淡的微笑。后来，学长送外送时，再也没有人提起他女朋友的事了。学弟也不曾再遇到鬼压床，而我在军中也没有再见过那个长发的女子。我们渐渐相信，那晚的诚心忏悔已经让18姑娘们释怀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姑娘庙的信仰在台湾各地其实都有类似的传承。早逝的未婚女子因为无家可归，会被安奉于姑娘庙，由神明庇佑，让他们的灵魂有所依靠，也能庇护后人。只是这些灵魂不喜欢被轻视与嘲弄，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内不敬，便容易被记住。我们这次的经历算是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。从那之后，无论去到哪里，我们都不再随便嘲弄灵异之事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有些东西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但千万不要不敬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